星条旗报网站12月8号报道称，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当天表示，随着俄罗斯军队继续在乌克兰东北部边境附近集结，美国本周将向乌克兰运送小型武器和弹药。根据白宫的说法，自2014年以来，美国已经为乌克兰军队提供了价值25亿美元的援助。这次的武器弹药是美国在今年9月1号宣布的6000万美元安全援助计划的最后一部分，旨在帮助乌克兰更有效地抵御俄罗斯的侵略。科比还表示，该计划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其他致命和非致命的武器装备，包括标枪、反坦克导弹、巡逻艇和医疗援助物资。报道还提到，为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提供的额外3亿美元资金被纳入了美国2022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法案草案中。美国众议院在12月7号投票通过了这一草案。这份草案还为欧洲威慑计划提供约40亿美元资金的支持。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11月18号曾访问美国，寻求军事援助。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参议院高级工作人员说，这位部长想要的是爱国者防空导弹级别的武器装备，而短期需求可能更大。工作人员还说，获得批准销售爱国者这样的复杂防空系统需要太长的时间，届时美国或北约伙伴可以先提供毒刺等便携式防空系统，这种系统对速度较慢的飞机很有效。这些武器装备呢，并不是用于这个大兵团的野外机动作战的，那主要还是依托轻装的步兵，依托这个城市或者城镇地带进行一个守卫进行一个防御，来迟滞或者消耗俄罗斯的军队。评论员陈曦认为，美国援助乌克兰这些便携装备，并不是要让乌克兰军队变得有多强，是为了一旦爆发战争，乌方能够拖到北约援军介入。乌军这样的战术就是为了赢得时间帮助这个北约部队是吧进行介入或者是美军进行介入，争取时间所以他就要援助这毒刺型的便携防空导弹，以及呢这个标枪型的这个反坦克导弹。That is not on the table. 不过，拜登12月8号在白宫告诉记者，如果北约盟国遭入侵，依据集体防御条约，美国有义务出兵相助，但这种义务不会扩大至北约以外，不会扩大到乌克兰。不过，美国佛罗里达州陆军国民警卫队第53步兵旅战斗队的成员已经被部署到乌克兰，这是从2015年开始的乌克兰联合多国训练计划的一部分。不过，美军方一直拒绝透露目前到底有多少美国军人在乌克兰。美国人这个表态我觉得其实是像乌克兰也好，像俄罗斯也好，说得很清楚，如果乌克兰跟周边的国家或者地区发生这种大规模冲突，进入到局部战争层面的话，不要指望美国人在里面流血牺牲。乌克兰国防部长雷兹尼科夫上个月访问美国，希望获得爱国者防空系统。这说明乌克兰已经不满足于获得毒刺防空导弹和标枪反坦克导弹这些轻型装备。请教一下李先生，您觉得美国会给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吗？乌克兰要求美国向他提供爱国者导弹，也是由来已久，多年前就已经有这个要求了，但是一直没有变成现实。那么现在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如果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的话，那么必然就使这个乌俄之间的对抗呢，逐渐的向这个俄罗斯和美国对抗之间转变，而乌克兰的对美国来说，它的重要性还不足以打动美国，让美国和俄罗斯因为这件事而直接对抗。同时，即使美国想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那么爱国者导弹的使用呢，它是一个配套的。那么美国向相关国家提供的爱国者导弹的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都有一些美军的基地，还有一些预警指挥系统那个配套支撑，而乌克兰目前呢还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即使是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那么要形成作战能力，也还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